这是一把价值100万的大钢刀。这个叫大山的男人握着它，用力一扎，再拿起来时竟成了根吸管，而这只是它其中的一种功能。当大山在一次跳伞时，不小心挂到了树上，只见他拿出那把大钢刀，本以为会用刀割断绳索，然而他却抓住了上面的小把手，使劲那么一拉，那钢刀发出滋滋的声音，瞬间变成了一把小电锯，割断树枝后成功自救。大山这次的任务是解救人质，刚进入丛林就遇到了一个对手，他把蒙面人按在树上正要打，却被队友拦住。大山揭开此人的面纱，居然是这次行动的接头人丽莎。为了节省时间，几人打算抄近道，端着枪就从人家院子里窜了过去。随后他们登上一艘小船，大山拿着钢刀在那一顿捅过，把那船板都给捅漏了。看见丽莎出来，他立马用脚踩住。就在这时，远处驶来一艘敌船，几人急忙装成捕鱼的老百姓，丽莎还贴上一撮小胡子。当敌人上船检查时，队友在那假装往鱼钩上挂鱼饵，丽莎则拿着鱼竿假装钓鱼。敌人向他走来，这让他十分紧张，一抛竿，那鱼竿都干折了，这可真干了个大嘎。他急忙假装这是望远镜，那敌军老大还真信了。看到没什么异常，他带着手下准备撤退，可他一回头，却看到丽莎进了女厕所。敌人对着女厕一顿突突，大山展开了反击，丽莎也卸下了伪装。大山让几人先走，他来断后。那好队友戴上泳帽就跳了下去，丽莎一看也紧随其后跳了进去。随后大山拿着突突枪开始疯狂的突突，那子弹好像都用不完，敌人摆着 pose 挨个落水，弹壳在大山脚下都堆成了山，可子弹也终于用完。那敌军笑得咯儿嘎的，大山拿出一个手雷对着敌人扔了过去，正好扔进了那人嘴里，接着轰的一声巨响，敌人全军覆没，大山也被炸上了天。仔细看，天上掉下来个人形炮弹，一头扎进了土里。几人将他拔出一看，是大山。丽莎见他胳膊受伤，掏出衣服就撕下来一条，给大山包扎了伤口。看着队友两眼直发光，说我也受伤了。丽莎见状又扯下来一条，那小黑表示自己也受了伤。丽莎又把袖子给撕了。幸好这次行动就这么几个人。不久后，几人来到敌军营地附近，大山趴在围墙外往里一看，里面全都是武装分子。他再次拿出那把大钢刀，刀尖瞬间弹出一把小钳子，费了半天劲儿，终于剪开铁网，双手往下一拽，结果队友们都假装没看见，拿着枪纷纷潜入。其中一名队友扛着火箭筒上前敲了敲门，抠开瞄准器等在门口。敌人刚一出来，迎面就是一炮，一回头看见上面还有人，再次瞄准，哭哧又是一下。丽莎则绕到后方，举起枪开始瞄准，调了调八倍镜，哐当一下将敌人干晕。大山拿出小弓箭做准备。此时一名敌军发现异常，开始四下观察。大山把箭搭在弓上，嗖的一下射了过去，却被敌人无意中躲开。他再次瞄准，又射出一箭，敌人回头又躲开了。大山射出最后一支箭，但又被敌人无意间躲过。大山伸手摸向身后，已经没箭了。对面的敌人一回头，吓一激灵，这才发现了不远处的大山。他急忙掏出弹夹，大山抱起地上的大公鸡，把公鸡当成箭，拉开弓弦，这是一支无坚不摧的公鸡宝剑。大山松手，那公鸡张着大嘴巴冲了过来，噗呲一下正中敌人。那公鸡在临死前还下了个蛋。不久后，几人在一个房间找到了人质，看门的守卫正在睡觉，钥匙就放在不远处。大山拿着笤帚准备挑过来，却不小心怼人眼睛上了。还好人没醒，他又再次尝试，不是怼到人耳朵上，就是怼到人鼻子上。丽莎都看不过眼了，给了大山一下，这回总算是拿到了。他把钥匙扔给人质，可却扔远了，人质够不着。没办法，他只能先钻出来够钥匙，用钥匙打开了牢门。可那睡得跟猪似的守卫却被一只老鼠吵醒。人质在众多的武器中选了一个苍蝇拍，啪叽一下扇晕守卫，但同时也触发了警报。一个小兵闻声赶到，他哭哧就是一枪，那小兵直接就糊在了墙上。大山也找到了其他人质，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质被关在城堡。大山拿着枪开始疯狂的屠杀，导演还特意给他打开了计数器，那人数蹭蹭蹭的往上涨。可很快枪里的子弹用没了，他随手抓起一把子弹向后一扔。他让队友先走，自己去解救最后一名人质。先是用飞天钩勾住墙壁，然后端着机枪翻过半米高的围墙，躲开瞎了吧唧的守卫。他独自一人潜进城堡，却被敌军首领发现。他突然一下打掉对方的枪，首领回身抄起一把大宝剑。这时总统出现在楼上，他抓起一根绳子直接荡了下来，却一头扎进了壁炉里。可没想到他又平安无事的走了出来，给俩人都看懵了。总统让大山先去救人质，自己留下来对付首领。两人各自手持
持一把光剑，从楼上打到楼下。最后，总统拿着一罐灭火器，对着首领就开始喷，直接把他冻住，用手轻轻一推，首领倒在地上，彻底粉身碎骨。另一边，大山也救出了人质，竟然是特工憨豆。为了表示感谢，他要给大山和丽莎拍张合照。他不断的后退，找合适的角度，却一不小心掉下了悬崖。故事的最后，大山和丽莎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这是一部典型的无厘头恶搞喜剧，大家猜猜都恶搞了哪些电影？